丫头，磨蹭啥呢？这包你拿好了，里面的干粮够你吃2天。知道了，知道了，跟念经一样，我又不是3岁小孩。你这死丫头，就是这张嘴厉害。我再跟你说最后一遍，到了城里，给我把这张嘴闭严实了，听见没？我的嘴怎么了？要不是我这张嘴，三叔能把咱家的宅基地还回来？是，可10里8乡的媒婆现在看见咱家门都绕着走，好好的后生小子没一个敢上门的，还不都是被你那张嘴给骂跑的？他们自己不占理，还怕人说？你还犟？这回是咱家祖坟冒了青烟，城里大干部家里瞧得上你，你可千万别给我搅黄了。记住，多干活，少说话。我耳朵都起茧子了，车要开了，我走了。到了地方就给家里拍个电报，别舍不得那点钱。为什么你家这袋是干的，我家那袋就发霉了？换，必须换！换！二蛋，你去年偷卖了队里3根木料，钱是不是还在你家炕洞里藏着？要不要我现在就带人去你家翻翻？还有，上个月你半夜趴在村东头寡妇墙根里面听线，要不要我给你学学你当时那动静？嫂子，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城里红星机械厂大领导家点名就要秀莲去帮忙。帮忙是干啥活啊？活不重，就是陪着说说话，解解闷儿，管吃管住，每个月还给开这个数，20块。三婶儿，你给我透个底，天上不会掉馅饼，城里姑娘那么多，干嘛非要跑到这山沟沟里来找我一个村姑？哎呀，那家人说了，就相中你机灵，嘴皮子利索。是当保姆伺候人，还是厂里当工人？伺候人的活我可干不来。都不是。哎呀，你去了就知道了，反正是天大的好事儿。去，当然去，我们家秀莲没问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倒要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是李家村来的李秀莲同志吧？是我，请问您是？我姓张，叫张桂芬，是我托人请你来的。张阿姨，您这么费劲儿把我从村里叫来，总得告诉我是干什么吧？我娘说的不清不楚，我这心里可没底儿。要是啥歪门邪道的事儿，我可扭头就上车回去了，车票钱我自己揣着呢。歪门邪道的事儿不会找你，那到底是什么事儿？至于是不是正经事儿，那得看你怎么看了。不过这活儿确实有点难，一般人干不了，所以才找的你。坐了一路车，累了吧？走，先回家吃饭，有什么事儿我们饭桌上慢慢说。对了，我儿子在等我们。先放这儿。魏国，家里来客人啦！沈卫国，这人长得倒是周正，就是看着有点呆，跟村里那些见了姑娘就脸红的后生完全不一样。别管他，就是个书呆子。秀莲，你坐了一路车，先去洗把脸，我去做饭，饭马上就好。哎，好，谢谢张阿姨。秀莲，多吃点，看你瘦的，这城里的菜没你们乡下的新鲜，你别嫌弃。不嫌弃，不嫌弃，这比我们家过年吃的都好。吃个鸡蛋补补身子，魏国别老低着头吃，对胃不好。秀莲，你觉得我儿子怎么样？实在话，挺好的，像个读书人，有学问的样子。有学问，学问是有了，可光有学问有什么用？在这世道上，学问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盾牌使。不怕你笑话，我这个儿子啊，从小到大他就是一个闷葫芦。上学的时候，同学抢他的文具他不吱声；工作了，同事抢他的功劳他也不知道辩解。他脑子里除了那些齿轮、轴承技术参数，就装不下别的东西了。说的好听点是专注，说的难听点就是个傻子。他是咱们红星机械厂技术最好的工程师，没有之一。半年前，厂里有个关键的生产流程，效率一直提不上去。他熬了3个通宵，画了一套全新的改造方案。结果呢，图纸刚交上去，
就被他们车间的副主任王建军拿去，稍微改了几个字儿，就当成自己的成果报上去了。那哥他就没去找厂长说清楚。我问他了，你猜他怎么说？他说妈，算了，只要方案能用上，能提高厂里的生产效率就行，谁的名字不一样。对不起张阿姨，我就是觉得这世上还真有这种活菩萨啊。你看，你都觉得可笑吧？可这种事儿在他身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了。先进生产者评比，名额被别人顶了，住房分配，条件最好的房子被关系户抢了，连食堂打饭都排在最后一个，只能吃别人剩下的菜汤。他不是没本事，他是没长嘴，或者说他的嘴好行这3个字。我请你来，不是让你当保姆，也不是让你下车间，我给你1个月20块钱，只请你办一件事儿。你说我要你当他的嘴。啥？我要你当他的嘴。啥？当他的嘴？你没听错，从明天起，你就是他从乡下来城里投奔的远房表妹，暂时在厂里找个杂活干，你就跟在他身边，他去哪儿你跟到哪儿，他不会说的你替他说，他不敢争的你替他争，谁要是敢欺负他，给他穿小鞋，你就给我当场骂回去。我不要你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你顾忌什么脸面，我只要你用你的嘴给我儿子在厂里撑起一块没人敢惹的地盘来。这活儿你干不干？花钱雇人去骂街，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但这不就是我最擅长干的事儿吗？以前跟人吵架那是义务劳动，现在不仅能让我光明正大的发挥特长，每个月还能拿20块钱的工资，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儿。张阿姨，我先问清楚，我这人嘴巴厉害，有时候急了连脏都往外爆，要是在厂里骂出事儿来了，算谁的？算我的，只要你占理，就算你把天骂塌下来，都有我给你顶着。我一个退休的老婆子没什么本事，但在厂里说了好10年话，这点分量还是有的。你只要记住一点，不能让他吃哑巴亏。成交！这哪是什么书呆子，这分明就是一只浑身是宝却不知道护食的肥羊啊！而我李秀莲就是他娘花大价钱请来的最凶狠的那只牧羊犬，不是战犬。秀莲，换上这个，从今天起，你就是魏国的远房表妹，来城里找活干，暂时住在我家。厂里我已经托人打过招呼，给你再安排了个县西文员的闲差，方便你跟着魏国。记住，遇事别怕，但也不能主动惹事儿。我们的目标是自卫反击，不是寻衅滋事。昨晚给你看的那个本子，都记下了吗？张阿姨，你放心，我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让他后悔长了张嘴。那个王建军，我记住了。哥，你们厂可真大，人真多。铃铃铃，让开让开，好狗不挡道。哎呦，这不是咱们的沈大工程师吗？怎么走路不长眼睛啊？是不是又琢磨你那个技术革新方案去了？我说啊，在纸上画的再好，那也是纸上谈兵，别把自己当成诸葛亮了。站住！站住！你是在叫我？小丫头，新来的吧？不是叫你还能是叫谁？难道叫你屁股底下那辆破车吗？你骑个凤凰袍就以为自己是人中龙凤了？我看是鸡窝里飞出来的野鸡还差不多，长没长眼睛？这么宽的大路，你非得往人身上撞，是车把不受你控制，还是你那颗心本来就是歪的？你个小丫头片子，嘴巴放干净点！你又是谁啊？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是谁？我是他表妹。我哥老实，不跟你一般见识，你还真当他是软柿子，想捏就捏了。大清早的，你不好好想着怎么为厂里做贡献，就琢磨着怎么给人使绊子。我看你这主任的位子，也是靠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爬上去的吧？你血口喷人！我血口喷人？刚才谁说我哥是纸上谈兵来着？你倒是说说，你怎么就知道是纸上谈兵？哦，我明白了，有些人自己脑子里长不出新稻谷，就老惦记着去偷别人家打好的粮食，看见别人有新想法，就先扣个纸上谈兵的帽子，回头自己再捡过去当宝贝。这种事儿，王主任您业务应该很熟练吧？不会是真的吧？上次王主任那个获奖方案，我听老刘说，看着跟沈工的草图很像。嘘，可别乱说了。但这姑娘可真厉害。你给我等着！
你就先在这儿待着，帮着整理一下文件就行。有什么事儿就叫我。还真是个书呆子，不过这回我就是你的防火墙。哥，吃饭了，再不吃好菜都没了。哦，好。哟，刘强来了，今天辛苦了。王主任还好吧？好着呢，师傅，给我多来点肉，早上干活累死了。沈主任，吃好喝好啊，您这油水可真足啊！哈哈哈。沈主任，正好在这儿碰上你了，省得我再跑一趟办公室。下午有个活儿，你得帮帮忙。仓库那边积了一批报废的零件，得重新清点分类。这活儿太琐碎，我们二车间忙着赶生产任务，没那闲工夫。王主任说了，这活儿就交给你们一车间了，你们技术人员心细。知道了。大伙儿都停一停，借用大家1分钟，我说几句话。那位掌勺的胖师傅，我想问问你，你手里那把勺子是厂里发给你给工人打饭的，还是你丈母娘给你的，让你专门用来抖威风、看人下菜碟的？我们一车间的沈主任是厂里数1数2的技术工程师，天天熬夜画图搞革新。到了你这儿，一勺红烧就只配吃几块肉皮。而有些人呢，活不干就知道耍嘴皮子，你却把肥肉堆得冒尖。我就想问问，是不是在咱们红星厂贡献越大的人，就越不配吃口好饭？是不是只有会拍马屁、会拉帮结派的人才能吃得上肉？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算盘，自己车间最脏最累的活儿，像甩包袱一样甩给我们一车间，还好意思说是帮忙？你们怎么不帮忙去挖煤啊？我看你们就是活全让老实人干了，所以你们才有力气来食堂抢肉吃。哼！李师傅，对不起，对不起。看，就是那丫头，一天之内把王建军和食堂的胖子全给收拾了，嘴皮子比利刀还快，专治各种不服。老实巴交的沈主任，这回可算有了个护身符了。今天回来了，快洗手吃饭，庆祝一下。魏国今天破个例，陪我喝2口。秀莲，你今天干得漂亮，主要是他们太欺负人了，光看不惯是没用的，得会打。我今天下午出去转了一圈，听到了不少风声。你上午在厂门口，那是敲山震虎，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撕了王建军的脸皮，让他知道魏国不是孤立无援。这一招打的是他的气义。中午在食堂更高明，你那是发动群众，你没揪着自己那点饭菜说事，而是把问题上升到公平和工人待遇上，一下子就把自己放到了大多数人那边，站住了道德高地。这一招打的是人心，一硬一软，恰到好处。王建军今天发了好大一通脾气，食堂那个胖子也被笑话了一下午。你这仗打的威风，也打出了士气。天啊，张阿姨，原来吵架还有这么多门道。这不是吵架，这是斗争。好了，说好的有功必长。这裙子是给你添的行头，我们秀莲这么俊的姑娘，以后在厂里走动也得穿得体定点。这是工资也是奖金，干得好就不能亏待你。谢谢张阿姨，您放心，拿了您的钱，我一定把活干得更漂亮。秀莲，今天你打的是遭遇战，凭的是一股锐气，但往后你要面对的是阵地战，是攻坚战。光有勇气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武器。这里记录了从厂领导到各个车间的老长，每个人的名字、职位、性格、靠山，以及他们的关系网。谁和谁是一派，和谁有过节，谁有什么短处，谁又最在乎什么。这上面也记着魏国这些年吃的每一次亏，受的每一次冤枉，被谁抢过功劳，被谁穿过小鞋。我以前记下来是想着有朝一日他自己能开窍，现在看来是用不上了。今天我把它交给你。
这活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好了，下面让生产科通报一下上个月的生产数据。总体来看，各部门都完成了生产指标，但在一项关键设备的技术改造项目上，进度比原计划滞后了15%，主要延误发生在一车间负责的环节。厂长，各位领导，关于这个项目，我必须说几句。我们二车间为了这次改造，加班加点，提前完成了所有的零件生产。可结果呢？一车间那边迟迟交不出东西，导致零件在仓库里睡大觉，严重影响了整体进度。我不是针对谁，但技术革新不是在图纸上画画就行的，更要考虑实际生产能力，不能让一个环节的问题拖了全厂的后腿。不是的，厂长，是因为材料怎么了？全厂的材料都是统一调配，怎么就你们一车间的材料出问题？沈主任，我看还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吧。我们厂长，对不起，我能补充几句吗？为了会议记录的准确性。说。王主任刚才说的对，一车间的进度确实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我们承认。但是，为了把会议记录写得更详实，避免以后查阅时产生误解，我想把影响进度的具体原因也记录下来。根据领用单据，上个月7号，二车间生产73式转动陶配套的法兰盘，错领了94B 型高看钢，而正确的型号应该是62大级。这批错的钢法质地过脆，导致二车间生产出的312件法兰盘全部报废。为了弥补这300多件报废零件造成的缺口，避免影响合同，经紧急协调，于上个月9号将配给一车间的特种钢材调拨给了二车间，而一车间的材料直到16号才补充。这7天正好与滞后的时间完全吻合。所以厂长，我想在会议记录上准确地注明，一车间本次项目延迟并非管理或技术问题，而是为了保障兄弟单位的紧急生产任务，主动为全厂大局做出了牺牲。不知道我这样记录是否准确？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图纸没了，那张总图没了。啥时候发现的？抽屉锁坏了吗？锁是好的，没有被撬过的痕迹，肯定是有人用备用钥匙打开的。除了王建军，不会有别人。我要去找厂长，我要去保卫科报案。不能去，哥，你冷静点。我怎么冷静？那是我熬了3个通宵的心血。你有证据吗？到时候他反咬一口，说你为了推卸责任，故意谎称图纸被偷，你怎么办？没有证据，我们就是去自取其辱。既然不能明着来，咱们就跟他玩阴的。他不是想当小偷吗？咱们就让他当个心惊胆战、寝食难安的小偷。哎呀，秀莲，今天怎么有空来我们这儿啊？看你这愁眉苦脸的。别提了，刘大姐，我哥出事了。沈主任，出啥事儿了？我哥熬了好几个通宵画的一张宝贝图纸，昨晚被人偷了。我的天，那可是心血呀！沈主任没急疯，急什么？你们不知道，我哥那个人心思多得很。他在那图纸上用一种从苏联专家那儿学来的法子，做了一种特殊的化学记号。那记号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但是谁要是想照着图纸画，或者拿尺子去量，手上就会沾上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然后呢，无色无味，可一旦沾上，3天之内，只要用咱们厂里发的肥皂洗手，手掌就会变成紫红色，跟唱戏的花脸一样，怎么洗都洗不掉。我哥说了，他现在就等着看这几天厂里谁的手会变成紫色，到时候人赃并获，直接送保卫科。哥，就是他。我查过笔记，马小三，王建军的远房亲戚，胆小怕事，目标锁定了。住手！马小三，你想干什么？我没干什么，我就是路过，我什么都不知道。路过办公室来烧图章。哥，你看看是不是你的心血？现在人赃并获，你是想去保卫科走一趟，还是想在这儿解决了？别去保卫科！我都说是王主任，是王建军主任让我偷的。他说事成之后就让我转正，我不是故意的。别光说，写下来。
样机试制进入最关键的阶段了。这个核心传动部件必须用高质量的45号钢材，否则韧性和强度都达不到标准，一点都不能马虎。秀莲，你跟我一起去一趟仓库。哥，这个仓库好说话吗？有厂长的批条，他不敢不给。走吧。孙师傅，我们来领一批45号钢。45号钢？没有，前2天刚被3车间领光了。不可能，我昨天刚看过库存枪单，仓库里至少还有5吨的库存。哦，是有库存，但那都是给省里重点项目预留的战备物资，动不了。沈主任，你懂技术，我懂仓库管理。这库里的东西每一件都有它的脾气和去处，不是说一张单子就能随便领的。喏，那边倒是有一些，尺寸不太对，质量也次了点，但你们技术员不是厉害吗？拿回去自己加工加工，应该也能将就用。我们的项目是今年的重点项目，你这样做是想让项目失败吗？你担得起责吗？哎呦，沈主任，可别给我扣这么大的帽子，我只是个看仓库的，按规矩办事。你要好料，行啊，让厂长再批个条子，写明动用战备物资，不然我这儿就只有这些，你爱要不要？哎，走功课的都来看一看啊，都来学习一下咱们红星厂的活标兵仓库的铁神门，孙大海同志。一个小丫头在这嚷嚷什么？疯了吗？大家快来学习孙师傅这种崇高的大局观。明明有闪闪发亮的好钢材，他偏不给，为什么？因为他要替厂里省钱，他要把最好的材料留给最重要的部门，留给最要紧的关系。像我们1车间这种只知道埋头搞技术的，就只配用这些生了锈的铁疙瘩。大家想一想，这是多么伟大的奉献精神啊！他宁可让我们技改项目失败，宁可让厂里的生产效率提不下来，也要为厂里守好每一块人情钢、关系铁。这种把个人关系置于工厂利益之上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吗？我提议，这个月的先进职工一定要评给孙大海同志。原来好东西都被他藏起来当人情了。我说上次我领个扳手都费劲呢。这丫头真厉害，骂人不带脏字啊，说的太解气了。你胡说八道，给我起来，不然我叫保卫科了。孙师傅，您别激动啊，我这是在表扬您呢。您要是觉得我表扬的不对，那您就把好钢材拿出来，用实际行动证明您不是那样的人啊。用行动证明您是真心为厂子好，不是为关系户服务。给他们装车，把那批45号钢拿出来。谢谢孙师傅深明大义，为我们厂的技术革新助力，您的功劳我们全车间上下一定铭记在心。你发现没？跟沈主任干活心里就是踏实，他说怎么改咱就怎么改，废品率蹭蹭往下掉，可不是嘛？这个月奖金肯定少不了，咱们这面红旗估计能插到过年。是沈主任吧？厂长请您过去一趟。厂长找沈主任，不会是为他那表妹闹的事儿吧？我看悬，前几次闹得那么大，怕是要秋后算账了。哥，别怕，要是问你闹事的事儿，你就认错；要是问你技术上的事儿，你就把你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原原本本告诉他，有理走遍天下。来了，坐。小沈啊，最近厂里很热闹啊。厂长，对不起，是我没管好家里人，给厂里添麻烦了。我检讨，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坐下，坐下。你那个表妹确实是太闹腾了，在厂门口骂街，在食堂里敲盆，在生产例会上抢话，还跑到仓库门口去表演，这哪像个职工家属的样子？简直比咱们宣传科的干事还能说会道，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但是你这份生产报表也很不像话呀，任务超额完成20%，废品率创3年来近低。你这个技高的都有点不像话了，那些破事就别提了。跟我说说，你那个技改项目进行到哪一步了？有几成把握能成功？厂长，把握不是问题，核心部件已经试制成功，只要后续装配不出错，我保证最终的生产效率至少能比现在提高30%，而且能耗还能降低5%。小沈，咱们厂缺的就是你这样的技术尖兵，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你呢就把你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技术这把刀刃上。至于其他的那些鸡毛蒜皮的闲事儿，那些挡路的石头子儿，只要最终目的是为了工作，为了厂子好，处理方式有时候出点格，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记住，我们红星厂永远不会亏待一个真正能干事儿、能出成果的人。
好样的！你为我们红星厂立下了天大的功劳。我决定了，经厂党委一致研究，推举沈卫国同志为我们红星厂本年度唯一的市级劳动模范候选人，即日上报市拱工会。秀莲，看到了吗？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你哥他出人头地了，市级劳模啊！哥，你现在可是大英雄了，来，我敬你一杯。姐夫，厂长现在是把他当宝贝疙瘩了，什么好事都向着他，再这么下去，厂里哪还有咱们说话的地方？这口气我咽不下。哼，技术上我们现在动不了他，那就换个地方动。你去弄一封信，就说他沈卫觉仗着自己有点技术，搞个人英雄主义，看不起普通工人，平时从不参加集体活动，完全脱离群众。这次的功劳全是他一个人抢去的，我们车间的工人对他意见很大。功劳越大，这个罪名就越重，这就叫捧杀。你再去找几个信得过的，签上名，别从厂里递，直接寄到市总工会去。明白了，钱厂长高明，我这就去办，我让他从天上直接摔进泥里。小沈，出事了，有人举报你搞个人英雄主义，脱离群众，不关心集体。厂长，我没有，我只是不知道该和大家聊什么，我只想把机器弄好。小沈，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但是市总工会的调查组要来了，这个程序必须走，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可怎么办啊，秀莲？这都是些什么罪名啊？这比骂人打架还厉害，这是要毁了我儿子的前程啊！靠讲道理，靠闹事，已经无法应对眼前的危机了。敌人选择了一个最恶毒的战场，想打一场诛心之战，那么我就必须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打赢这场人心之战。完了，这下全完了。秀莲，那些罪名是要毁了我儿子一辈子啊！他这辈子就没跟人红过脸，怎么就成了脱离群众了呢？想打一场诛心之战是吗？好啊，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人心向背。这是谁写的？快看看写的啥！一车间的李师傅，你还记得吗？3年前你儿子结婚急需一个大衣柜，厂里木料紧张。2车间的张强，你还记得吗？你刚进厂时操作失误，差点报废一台冲床。老王，你这是干啥？不怕惹事啊？管他什么举报不举报，我只晓得我这双手的老毛病就是沈主任当年给我改了家具才好转的，这份情我认，这个字我签。也算我一个，沈主任帮我孩子看过作业，还有我那次我老婆生病住院，是他二话不说借了我50块钱。组长一路辛苦了。同志们，今天请大家来，目的只有一个，我们收到了关于沈卫国同志的群众举报信，本着对同志负责、对组织负责的原则，我们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要求只有一个：摆事实、讲道理。组长，我先说几句，沈卫国同志的技术我们是认可的，但是技术越高，架子越大，就越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眼里只有图纸和数据，从来没有我们这些一线的工人兄弟。是的，组长，我当时想了个绝妙的主意，能把上料速度提高不少。可沈主任他连听我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就说不行。还有你，小张，你来说说沈主任平时的作风。他整天待在车间，却从不和大家说话，看我们的眼神都像是带着瞧不起，问他个问题也是爱答不理的。他这不是在搞技术，这是在搞个人英雄主义。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我们的市级劳模？这让我们广大工人同志的心往哪儿放啊？王主任说的有些道理，年轻人有才华是好事，但工作作风也同样重要。厂党委在培养年轻干部方面确实需要加强引导。沈卫国同志，你的意见呢？我不太会说作风方面的事情，我只懂机器。既然王主任提到了我的工作，那我就说说我的工作。王主任说，我否决了他手下的一个建议。是的，我否决了，因为他建议把3号冲床的防护栏拆掉，换成一个手动拨杆。他说这样上料快，但他不知道那台冲床的冲压行程和连杆转速是联动的。拆掉防护栏，一旦操作员反应慢了 0.5 秒，飞速旋转的连杆就会因为应力过载而断裂，到时候飞出来后果不堪设想。说我脱离群众，我不是不和大家说话，
是因为我在听机器的声音。我知道2车间那台老下床的轴承磨损了30%，让他们降速使用；知道1车间5号钻床的皮带轮有异响，让大家开机前先检查。还有个人英雄主义，可我设计的东西都是为了大家。我把操作台的高度降低5公分，为了让身高不到1.7米的老师傅不用踮脚；把仪表盘改成3个警示灯，是为了让不识字的工人看懂。我不知道怎么让所有人都喜欢我，我只知道怎么才能让这些冰冷的铁疙瘩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并且不伤害任何一个相信他的人。如果这就是脱离群众，那我无话可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为我们厂真正的技术脊梁沈卫国同志颁发这份迟来的荣誉。感谢厂里的信任，感谢同事们的支持。我不太会说话，我只会修机器。以后我会修好更多的机器。沈主任，好样的！厂长，省里来的加急公函。赵卫国同志主持改造的高精度信扣旗样机，因其创新的设计和优异的性能指标，被列为首批重点考察对象。下周由省机械厅总工程师带队的专家组将亲临红星厂现场观摩。好，太好了！小陈，马上通知所有部门负责人开会，这是我们红星厂天大的事儿。哎，姐夫，就这么让他上天了？我不服！现在厂里的人都拿我当笑话看，连省里的专家都要来了。他要是再被看上，我们以后就真的没活路了。舆论我们输了，人心我们也输了。想通过正常的办法把他拉下来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只剩一条路，让他的技术在大家面前变成一个无法挽回的彻头彻尾的笑话。姐夫的意思是，省里的专家要来看现场演示，那就让那台宝贝机器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他们表演一个自我毁灭。记住，必须是彻底的，无法修复的，像是设计本身存在致命缺陷的意外。小刘，传动轴承的最后一道润滑保养，我跟车间打过朝夕，特意安排给你了。你弟弟转正的事儿能不能成，就看这次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数据再核对一遍，明天就是大日子，不能出任何纰漏。下午保养的时候，所有人都恨不得把机器擦得发光，而那个小刘，他给传动轴承加黄油的时候像做贼一样。丫头，你确定你没看错？我确定。不行，这件事不能声张，必须马上核实。如果真有问题，明天就是厂里的大灾难。丫头，敢不敢跟我再一趟车间？敢。扳手，起子。难道是秀莲多心了？不对，小沈，看好了，这是铁砂，比尘土细腻，却比刀子还要致命的铁砂。这种东西一旦混入，几分钟之内就能让管竹和轴腕彻底磨损，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在巨大的应力下崩裂报废。可恶！他们这是要毁了我，毁了我们厂！我要去找赵厂长，我要去保卫科，我现在就去把那个小刘抓起来！冷静，现在抓人，他们还会有下次，让他们当着省专家的面把戏演完，才能让他们不得翻身。老师傅，您说的对，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让他们当着所有人的面，把吃下去的东西连本带利的吐出来。他们的目的是在明天演示的时候，让机器因为轴承咬子而彻底报废，造成一种设计存在致命缺陷的假象。这样一来，你沈卫国就从功臣变成了罪人。所以您的计策就是将计就计，您的意思是就让他们得逞？对，但又不是完全得逞。我们要让他们在最高潮的时候从天堂直接摔进地狱。小沈，这台机器的核心传动部分有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进行更换？有，我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了暂时抢修的需要，整个传动模块是集成化的，只要有备用件，我带着2个熟练的徒弟，20分钟之内就能完成整体更换。我明白了，
明天当着所有人面让机器发生故障，在前副厂长和王建军最得意的时候，由哥你亲自上演一出力挽狂澜，现场拆解，找出物证，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完成修复，让机器重新运转。这不仅是洗刷冤屈，更是一场将技术、胆识和谋略为一体的完美展示。到时候谁是功臣，谁是罪人，一目了然。剩下的就是心理战，必须让敌人相信我们对他们的阴谋一无所知。这件事儿交给我。哎，你们说我哥是不是傻？明天专家就来了，他还不放心，昨晚愣是看了一宿的图纸。多好，说明沈主任负责任啊。好什么呀？下班后他要再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说要确保万无一失。我跟他说机器都检查8遍了，他就是不听，真是个死心眼儿。我真怕他把自己累垮了。沈主任要亲自做最后一次保养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播开来。姐夫，你听听，这姓沈的就是个书呆子，到现在了，他还以为问题出在技术上，还在那傻乎乎的准备晚上再去检查呢。他就算把机器拆成零件，也想不到问题在哪儿。让他查，无谓的挣扎而已。一个只懂技术的木头，怎么跟我们斗？通知小刘，让他放心，一切按原计划行事。明天我们就等着看好戏。不错，光看这外形和工艺就下了不少功夫。赵厂长，你们厂里真是藏龙卧虎啊！让总工见笑了。小沈同志，开始吧。加油！不错，能耗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低，了不起。这怎么回事？哎，总工，让您和专家们见笑了。看来我们有些年轻同志的设计还是太理想化，理论上看着很好，一到高负荷的实践检验，就出了问题啊。是啊，我早就提醒过，技术革新不能太冒猛，要一步一个脚印。可惜啊，忠言逆耳。总工，请给我20分钟，我能当场找出问题，并且修复它。姓沈的，你是不是疯了？机器都废了，还想修复？当着专家面吹牛？年轻人，你确定？我确定。好，我给你30分钟。开工具柜 B3 方案。是铁砂。这是最低劣也最恶毒的破坏手段，这不是设计缺陷，这是彻头彻尾的人为破坏。各位领导，各位专家，龚老说的没错，这就是人为破坏。是谁干的？我想并不难猜。小刘，我没记错的话，这次设备的总保养最后一道核心润滑的工序是你负责的吧？而且我还听说一件事儿，安排小刘同志负责这最关键一道工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您2车间的王建军主任。王主任，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在几十个维修工里，您偏偏就选中了他？又为什么这台凝聚了我们全场心血的样机，偏偏就在他保养完以后，就出了这么巧合的事故呢？不是我要害沈主任的，是王主任，是他逼我这么干的。他说事成之后就让我转正，还给我100块钱，都是他逼我的。好啊，吃里扒外的东西，保卫科，来，给我抓起来！好啊，小同志，你不仅有技术，更有担当，临危不乱，力挽狂澜。你和你的团队今天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我决定，红星机械厂的这项技术改造项目不仅要通过，还要作为我们省今年工业技术推广的头号标杆。赵厂长，你们要人，我给人；要政策，我给政策。以上诸人身为工厂干部，不想着为生产做贡献，反而拉帮结派，侵吞公款，恶意打压技术人员，破坏工厂生产，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经省市联合调查组核实，厂党委会研究决定，对钱家进、王建军等一干人等全部予以开除公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志们，我们也看到了队伍中真正的脊梁。省机械厅特发嘉奖令，
对在技术革新中做出贡献，并积极捍卫工厂荣誉和国家财产的沈卫国同志予以通报表扬。经常党委会研究，并请上级组织批准，我提议破格提拔沈卫军同志担任我厂主管生产和技术的副厂长。太年轻了吧？是啊，他是懂技术，但是懂管理吗？我知道有人会觉得小沈同志年轻，资历浅，但是省总工程师临走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总工说，一个现代化的工厂需要的是能带着队伍上战场打胜仗的将军，而不是只会在会议室里平衡关系、夸夸其谈的政客。沈卫国同志就是我们红星厂要找的那个能打胜仗的将军。请进。